我都忘记我上次大笑是什么时候的事了。我去拿点假。嗨，上次真是对不起，我已经叫狼大不要去纠缠我了，可是他就是不听。男人嘛，你总是这样，外面的好，年轻的好。但是我看到你们的互动，难道你一点责任都没有吗？是那个时候我真的以为他单身，已经跟老婆分开了。女人嘛，总是想要找一个靠得住、安全的。我也觉得，友情好像比爱情可靠，有好朋友可以依赖陪伴。我也是这样想，所以我才加入单身动物团的。告别单身动物，没有爱着我，往这脸上的，拜拜，去唱歌，去唱歌，去起来啦！起来，快点！你的在这边最讨被别人捡尸啊！起来！他们平时在公司不是这样的，偶尔放松一下吗？我好想让好心人捡我去，我要男人啊！我要，好，你捡我回去好不好？你捡我回去嘛！起来，你捡我！你连金子都没有了，怎么办？好，我是爱情里面的流浪狗。你们加入单身团就是这个样子吗？对小狗摇尾乞怜，像后宫嫔妃一样天天等皇帝临幸，你们太让我失望了。这么渴望男人，那你们都退出吧。你姐，我是开玩笑的，我开玩笑而已。那你就要继续让你的人生开玩笑下去。我是想要爱情而已啊！我们都是在寻找爱情的人。我的爱情就在那道门内吗？你说过，家是用来遮风避雨的地方，有疑虑就不要勉强。你呢？我们这个家，你有疑虑吗？那么晚回来，没有话要跟我说吗？说什么？说到最后，还是吵架。现在几点了？你是我老婆，那么晚回来，电话也不打一通，这样对吗？等一下，你喝酒了？我好累，想洗澡。为什么要喝酒，还喝到那么晚？楚之和，我今天出门没带钥匙，回不了家，突然想放松一下。你可以打电话给我，我回家帮你开门啊。你那么忙，不想麻烦到你啊？那你跟谁喝酒？朋友，哪里的朋友？公司的。张梦谦。
有没有后悔结婚？我竟然有点认同。老婆，你到底是怎么了？你知道吗？我常常会忘记当初答应嫁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的。我很努力，很努力，很努力的，却要记住那个时候的我。可是，我还是记不住那个时候的我，你知道吗？没关系，没关系。不然你喜欢我怎么样？我可以改。我们重新定个计划，我们一起去度假。我跟公司说一声。还有，我们每个星期五一起约会，周末看电影，星期一散步，星期二遛狗，星期三。这根本不是你心里想做的。不然你想要我怎么样？我都要改了。你告诉我到底该怎么做啊？我们的沟通不良，生气，对你来说都是浪费时间。你回想一下，我们从结婚到现在，改变了多少？你根本就没有把他们当做一回事。子恒要走去哪了？你不要跟着我了。你不回家，难道你要去谁家睡吗？黄大叔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如果我们连一点点的信任都没有，那我们的婚姻还剩下什么？这个，我问你哦，今天晚上有没有空？我们今天大家要一起 Ladies Night。大家都是谁啊？宠物团的人呢？王鑫、之和，这2天钱总监会开始约谈大家，就平常回应就好了，不用紧张。好，知道了。是。你们要去哪？吃饭一起下班。下班一起吃饭。总监一起去吗？不用了，我有约，明天见。好，明天见。拜拜。他说他有约，是不是有男人约他？哎，你不要八卦啦！为什么不约总监一起去？哎呀，干嘛？我不知道，公司只有2大团体，一个呢是由方太所主导的宠物团，主张是婚姻幸福嘛。芬妮知道之后非常受不了，立刻组成了单身动物团。这2个看似休闲的秘密组织，其实完全不容彼此，所以还是不要说比较好。
我太理想化了。我们好好分手。那个时候我们才18，我觉得感情不应该是我们人生唯一的重心，不是吗？等未来，一切都还有可能啊。当年你是鼓励我好好努力，然后说你会在新加坡等我，结果呢？我是真的在新加坡等你来啊，可是你根本就没有出现。如果我说我有呢？你有？心慌了。我只是想知道，如果你有来，为什么不跟我说？啊，因为有新的交往对象了。不是，我明白了，所以你有来，发现我跟别人在一起，然后你就默默不作声，一个人难过离开。OK， 算我愚蠢，谢谢总监招待，多说无益了。这是我这次回来，看到你管理一个公司部门，展现出成熟自信的样子，真的很替你开心。想想若是当年我们没有分开，说不定你还不一定有今天的成就。得失之间一想，这样真的不好吗？我好不好是我的事情。这些年，你不会知道我是怎么过的。男人嘛，到手了厌倦了，再拍屁股走人呢，什么损失都没有。反正年轻好玩就好。但女人就活该喽，为你伤心，为你难过。你放心，我过得非常好。那我的事呢，以后也不劳你费心。我要吃宵夜。我以为你说是去夜店的 Ladies Night。不会啊，我觉得这样很好哎，大家聚在一起吃宵夜，还可以顺便交换一下御夫心得，是不是？干嘛那么不开心啊？是不是跟大树又不愉快啦？好，你就把它想成大树是为了你们未来的幸福在打拼。这样啊？我跟你说，夫妻吵架很正常嘛，床头吵床尾和啊。像每次我老公生气的时候啊，我都穿着一条内裤，然后就这样抱上去，就万事 OK 了，好不好？你这个人其实很大胆哦。我看出来你们夫妻的问题点喽。你老公多大？什么啦？哎呦，正常来说，老公的性行为应该在他的年纪的10位数乘以9啊，30出头，3乘以9就等于27，20天7次，3天要上1次床。你们达标了没有？这是外国的标准吧？那就是没有了。你们这样子不行啦，男人是理性的动物，所以呢，婚姻里面要经营，要维持，就是靠我们女人，时不时的就是要这样子勾引一下老公啊，挑逗一下老公啊，这样子你们的爱情才可以一直加温，一直加温，到最后才会有爱的结晶啊！那个也要很爱才行啊，要不然只是没有灵魂的晃动啊。呀，而且他最近很忙啊，回到家累成狗一样，
说2句就吵架。那也不是他的错啊！难道你想要一个不求进取、每天都只会准时下班的老公吗？他如果没办法回家，你就自己去找他嘛。你可以试着穿那个 OL 装啊。我上次和我老公啊，就穿着那个秘书的那个套装，外加那个网袜啊！你真的很猛哎！本来就是啊，亲爱教主，积极不就是说吗？外面的女人如果是游乐园，我们就要把自己变成迪士尼。你没看过剧啊？那本拿给他看，哎，帮我找一下。对，真的要看，真的要学。专家哎，下礼拜大卖场特价，你们有没有人有空可以陪我去啊？礼拜几？礼拜四。我要问一下我老公。这就是我上次跟你说的获利模式。原来如此。大叔啊，不好意思啦，因为精算部分我跟 Kiki 实在不太在行。没关系啦，反正我在家里也闷得慌嘛。哎，这个时间了，你不回去可以吗？没关系啦，现在换他常常不在家了，而且我很久没有经过这样了，你不用提早去公司吗？我把早上第一个会改到下午了。自从你搬来之后，我们好像很久没有一起吃早餐，很久没有接送你上下班了。待会吃完，我送你去上班。不用了，那么近，走路得到。我想问你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结婚之后哪里变得不一样？好像重视工作比我重要。冤枉啊！我辛辛苦苦努力工作，都是为了我们的。但是我并没有增加你的负担啊。是没有，你还替我分担了房贷等等花费。但我想的不是现在嘛，是以后啊。我希望以后我们都可以轻轻松松，不要有工作负担，好好过日子嘛。婚前是因为担心追不到你，婚后我就不用担心了，更可以努力冲刺事业。难道你不希望我这样吗？但是你变了，连带着我也必须要改变。你没有看出来吗？我以前很快乐，很简单，但是现在我必须想很多，担心很多。果然有改变。抱歉啊，是我没有察觉到，还有可芳提醒我，我才知道人都会改变的。
可芳，他是他第一个交往的男人。重燃爱火。聊什么？你竟然跟前女友聊我我们们没有聊什么啊，她是女人嘛，或许更懂得女人，给我建议，这样我才知道如何让我们这阵子的不愉快好过一点。所以你聊完舒服好过了？看来我是不是也该跟他聊聊你啊？看看怎么对你会比较开心。你想跟她约，可以跟她约啊，我把她的微信推给你。然后我们就当好姐妹，让你享其人之福。对好了，老婆，赶快吃嘛。以后我们想跟对方说什么话，都可以写在那个小黑板里。我先去写。然后以后你就继续忙，小黑板就变成我的老公了吗？吃饭还是发呆啊？在想什么？我发现一个人婚前婚后可以改变很大。那很正常啊。谈恋爱的时候，你都会想把自己最好、最顺着对方的那一面拿出来，但结婚后就觉得以前那样真的太累了，所以急着原形毕露。怎么？他变了？没有，但好像有点问题。我都真的搞不清楚，是我变了，还是他变了。他有外遇吗？哎，你们在干嘛？对了，你之前是不是有给我看过一个那个什么好男人的影片？你记得吗？啊，你是说狙击爱情教主说的10种必嫁男人？今天狙击教主想跟大家讨论的是10大必嫁男人的特质。这个我看过啊。第一，给你足够安全感的男人。等等，你看，当我们有了安全感，戒心就放下来了，那男人是不是可以更自在去背叛我们？我怎么没想到？这就是单身动物团教的换位思考。我们再看下一个。第二，就是肯花钱宠你的人，这表示说你比他重要，所以他愿意这么做。钱越赚越多，他能宠的人就越来越多。对。第三，是爱情经历很少的男人，碰到这样的男人很容易被你收服。没入过花花世界，容易被引诱。而第四是爱运动的人，生活积极正面，带给你满满的正能量。性欲强，无处发泄。第五是温柔的人，这样子的人一定对每一个人都很温柔。所以我的疑惑是，他是不是只对你温柔？就像暖男，他要只对你暖才有用啊。要是对每一个女人都暖，怎么算中央空调？芬妮姐，我发现真正厉害的人是你哎！你看了很多事，到底你谈过多少次恋爱啊？对啊，几次啊？哎，午餐休息时间没有上线是吗？还不快去工作？所以到底是快点！我猜是10次。哇，10次！好，正式宣布，演唱会开始。没想到他们真的做得到执子之手，与子偕老这件事情。王董，你和夫人的感情这么久了，还是这么好？怎么？你跟太太有问题啦？
我跟我太太结婚之前，我太太可是有好多男生追她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你说啊，像我这个样子，我要是跟她那些前男友比，我算什么？可是呢，我只要掌握了一个原则就好了。我跟你讲，经常呢，我会收到一些小礼物、卡片，我还会安排一些神秘的约会，甚至于啊，我会让他找不到我好几个小时。所以礼物跟卡片都是你自己送给自己。你真聪明哎！这夫妻嘛，一生一世的相处，平常的日子那么单纯无味，你必须有的时候要让他像现在这样，又开心又满足。有的时候啊，你就要故弄玄虚，让他紧张一下。这样子啊，两个人的世界有这种高低起伏，知道吗？就像恋爱，一直在恋爱。写什么好呢？好的，这里一盏，这里一盏。没问题，谢谢啊。哎，有电话，我科科打来的。哎，不接啊？
志和，换你面谈了。哦，志和，不要怕，你为公司拼死拼活，我们大家都挺你，加油！下一位。嗨，总监。你有对我痴迷吗？喂，今天有人问我对他痴迷吗？